记录把玩时光，我是偷羊腿，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点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款来自方大头出品的 NT-03 号素体，也就是说大家口口相传的这个中年人素体。从预定到拿到货、拿到实物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整体的素体把玩的手感还是非常之惊艳的。配件方面的话呢，其实我们待会儿再聊啊。身高其实是我最想跟大家去展示的，感觉最近玩的几个素体啊，号称1:12，但是个头都是一个比一个的大。那从这边我们把这次的主角方大头的中年人素体放在 C 位，你可以看到呢，他身高比这边的上次已经很大只的这个狂怒工作室的女素体还要高上一截。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站在一起真的还挺般配的，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甚至他站在这个前段时间非常有人气的大王虎甲面前，好像大王虎甲也没有比他的大出很多嘛。相比之下，旁边的我一直在玩的这个优兔魔丸工作室的这个古柱素体，还有孩之宝的这边的这个常规的太阳火素体，放在旁边的话呢，就显得非常小只了。我不知道是最近的厂商的这个集体策略还是怎么样，反正按道理来说，正常的这个身高，比如说我就算这个大叔应该个子再高，他可能也就不到1.9米吧，对吧？然后你再除以个12，那也不会来到这样一个身高。但是反正我觉得个头大一点的也是比较好 DIY 的。顺便的就是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素体的细节。这一款素体的细节呢，我是觉得怎么说呢，算是我最近玩过的素体里面，就是肌肉、纹理以及毛发等等一些细节表现最好的一款。甚至呢，我觉得就是它虽然是一款素体类的玩具，但是我觉得它完全能够凭借这个粉红色的小裤衩成为一款所谓的这个布衣可动人偶。因为它身上可以看的地方或者说可以玩的地方真的是非常多。虽然呢我这边只有这个应该算是现实的配件，并没有这个就大家口口相传的说很好玩的这个水龙头配件，不过无所谓啊，反正我觉得这个素体就已经相当不错了。那么把这几位朋友请下去，然后来仔细看一下这次的这个素体表现到底如何。好的，然后这边包装盒方面呢，其实是一个类似于海贼王通缉令的感觉。那中间画的是戴上墨镜的这个方头中年男子，这边呢应该是他挥舞拳头的这样一个动作。确实这款玩具肌肉量刻画的其实是非常大，你说他是肥宅吗？他绝对不是啊。如果说我10年后还能够有这样的身材呢，我只能说我这10年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去锻炼过了。那细节方面我们接下来待会儿再来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包装上面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绘制的这张脸很像海贼王里面乌索普，比如说他们找到大秘宝之后，然后过了很多年，乌索普他稍微有一点发福了，但是肌肉量还在的这样一个造型，很有意思啊。然后这边的这个赏金的金额放在这边，那这个金额呢，应该是跟预定的价格是差不多的啊。看到背面常规的一些警示啊，就这么多，非玩玩具 Nota。 好，然后再来看这次的纸品部分。纸品部分一直是我非常喜欢这个非玩玩具或者说方大头工作室的比较有意思的点，因为首先它是一个类似于漫画的风格。那这边呢介绍了一些基本的玩点，然后其实可以看到啊，他还画了一个这个肌肉膨胀的这个形象，让我觉得很像是钢之炼金术士里面的那个使用这个应该是叫 Armstrong 嘛，对吧？那个角色很有意思啊。然后这边提到了它的核心的这个素体设计，肚子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防穿帮组件的，还是蛮有趣的。蝴蝶关节活动范围其实是非常大，我这边购入的是一个一体的脖子，就是脖子部分是一体软胶件的这个版本。确实手感方面的话柔软，但是不会是那种软趴趴的感觉，它是会有一定程度回弹的。对于这个造型的这个立体感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其他部分呢，就是关于替换鞋子啊，包括眉毛可动、胡须可以去进行替换等等的这些操作，个人觉得都是还是蛮有意思的吧，放到一边去。接
接下来呢，我们从这边的这个限时配件开始看起，一对可以调节重量的哑铃，因为这边呢其实都是可以转的，也就是说你加热一下，把这边的杠片或者说哑铃片取下来，然后呢配置成不同的这个重量，给它做二头弯举、深蹲、甚至肩推都是可以的。然后这边的这个弹力小裤子呢，其实粉色呢真的是非常骚气啊，不愧是猛男粉。整个的剪裁我觉得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边就不套进去了，毕竟呢还是来玩这款素体的。然后呢，这一次是有带一个耳机配件，这个配件呢，说实话，如果你让它戴着就是有头发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些危险，而且长度可能不太够啊，这样戴可能戴不住。但是把它的这个头发取掉了之后呢，好像还是扣的不是特别理想。或许呢，它就是一个这样的装饰件，把它挂在脖子上可能会好一点。哇，这个把头发去掉之后，好像瞬间苍老了好几十岁的那种感觉啊。或许呢，我们应该把它这个眉毛进行一个调整。调整之后呢，好像就凶狠了一些，对吧？胡须呢，其实可以进行一些微微的旋转，但是我们从侧面来看，它这个桩子呢，并不是圆桩，是一个小方形的桩子。它虽然不是让我们去做这个旋转的，主要是预留一个这个替换的这个部分，还是比较有趣的。刚刚录着觉得不对了啊，它的刚才右侧的眉毛就直接飞掉了。确实这个零件有点太细小了，设计的很有趣，但是在把玩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就是小心谨慎，免得被地板精灵给吃掉了。包括呢，光这张脸的玩法其实就有很多。它虽然是这样的一个油头，然后具体你想怎么去摆它都可以，甚至让它变成花轮同学也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头雕呢，其实可玩性非常高。打开里面，它是有一个大吸铁石嵌在里面，主要是跟这边的这个发套或者说这个油头去进行互动的。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不赖。我是觉得啊，无论你是怎么前面搞，后面放好像都可以，甚至你放成侧面歪一点，这个发型也都不赖，还算是蛮有趣的这个素体。包括呢这个胡子，呢它虽然有个络腮胡的这个替换件，去掉之后呢确实有点像这个元首了，是吧？但是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胡子怎么样往上面倒一个个儿，这样的话呢就变得很有意思了，就是另外一种风格了。反正我觉得应该也算是官方的玩法之一吧。它的这个地方呢就简单的提示了一下。那其他的配件我们先来一个一个的都来玩一下。鞋子就不穿了，有草鞋和皮鞋两种，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是来看一下这个头雕啊，反正其他的 UP 主可能也都介绍过了。看一下头雕，然后呢因为我玩这个头雕还是玩了蛮久的，看一下这个墨镜戴上去效果怎么样。墨镜的反光度做的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看起来就挺精神了，是吧？如果给它配上一个类似于这种偏唐装的这种罩衣，或者说功夫衫，那确实可以去 DIY 一下洪金宝啊，或者说等一些港片的这种影星，然后用这种比较诙谐的这个造型啊去还原啊，真的是非常不错啊。然后看到这个下巴的部分，我们把这个胡子可以利用这个小夹子一样的这个结构，嵌套上去，那它就拥有了一个山羊胡子。那看起来呢，真的是蛮有趣的。那我们把这个头雕的这个胡子还原成出厂设置啊，它嘴巴就是这么一抹的这个处理呢，我觉得在设计师在雕刻的过程中，其实还真的是挺有灵性的。也包括呢，这个眼镜还可以往上面抬一下，很有趣，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款这个素体玩具。没想到它这个算是送的这个头雕呢，我都玩了这么久，真的是很有意思的设计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一直跟大家提到，身上有非常多可以值得去看的细节。首先呢，头雕部分还是老样子啊，木纹的这个细节纹理，然后看到两侧这边呢。大概是就是把头发剃光掉了之后呢，它有一个类似于光滑面的这个处理，那非常有意思啊。它这个在模具这边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但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很有趣。
然后作为这个中年人素体，你可以看到他身上的这个纹理啊，基本上都是有一点点，甚至有一点点麻麻赖赖的。他想表现出这个皮肤有一点点松弛的感觉，但又有一种就是身上的有一些绒毛，或者说他这个发量就毛发量很高的那种感觉。那毕竟呢有胸毛，然后胡子也很茂盛，对吧？那这个雄性激素可能确实比较多，有可能引发这个雄秃，有雄秃的这个基因在里面，都是可以去进行联想的，还真的是很有趣的这个设计啊。反正这款玩具我拿到手之后呢，玩了很久。那虽然作为素体玩具来说定价有一点贵，但是怎么说呢，反正可玩性确实是摆在那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手臂。手臂的话呢，其实作为素体玩具来说，其实没有必要去刻画这么多的这个血管细节，但是这个飞玩玩具这款素体还是给到了大家。无论是这个皮肤有一些就是松弛的这种感觉，甚至有一些橘皮组织，毕竟是有一点点肥胖，甚至这个肚腩这个地方，虽然你能够看到这个前锯肌的部分，腹肌这个地方呢也能隐约可见，但是确实是已经有一个大肚腩了，里面的这个体脂可能不就是内脏脂肪可能是比较高的这种状态。然后再看腿部的这个股四头肌上面是可以看到血管的，而且这个血管呢，甚至有一丢丢的这种静脉曲张的感觉。我真的是有点语塞了。就是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肥胖人士的话，他不可能拥有这么高的这个分离度。包括呢，你看他腿上面还有一些腿毛的这个刻画。简单来说呢，我认为他想刻画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但是是一个训练了非常长一段时间，只不过可能是因为压力，可能是因为代谢，然后他的这个体态发生了一定变化的人。但是像这个人的话呢，基础的面板或者说常说的话，他的基础数值肯定不低啊，一看呢就是千锤百炼的这个肉体。这个肉体我觉得他硬拉大概可能已经可以接近这个400公斤的水平了。虽然不是什么怪物级的这种数据啊，但是身高如果说真的是1:12的比例的话，这个身高也是冲2米去了的啊，非常夸张。然后再加上你可以看到，虽然跟这个隔壁棚的斑马勇次郎不一样，但是它背后的这个细节，无论是非常壮硕的这个斜方肌，还是这边的这个大圆肌、小圆肌、冈下肌，包括了这种非常夸张的，它已经是这么粗的腰，依旧能看到分离度的这个竖脊肌，有可能设计师是想把它这个肥肉给刻画出来，但是说实话啊，越这么刻画，越显得它非常的壮硕。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可动性。头雕方面呢，抬头幅度呢大概到这样一个水平，低头幅度可以看到自己的肚腩，左右歪头幅度非常的大，而且不太容易松脱，个人觉得阻尼调教非常的 OK。手臂平抬，略微超过90度，蝴蝶关节其实可以直接翻过来，两手同时使用的话是可以实现抱胸的。双段关节的这个曲肘过渡非常的自然，有做这边的防穿帮的设计，很不错。手臂旋转，球形关节外摆内收，非常的灵活。腰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这次引以为傲的设计到底有多牛呢？挺胸幅度其实需要揉搓一下就可以解放了。这个肚子呢不会穿帮，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肚腩，但是挺胸完了之后呢，要把它这边进行一定程度旋转，把它这个软胶件给转进去，弯腰的幅度，这边竟然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机甲才会使用的这种龙虾背，很有趣。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设计，不会有任何的穿帮位，很酷的这个设计。左右非常的灵活。下半身的部分呢，其实关节是非常紧实的。没有下拉关节，但是它的髋关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8字，大腿根部有旋转，前踢的幅度呢，利用这边的软胶裤衩可以踢平，甚至往上再踢一点。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配合这个大腿根部的旋转，做一个完美的深蹲，还是有一点困难，因为这个素体跟以前的老素体一样，它这个球形关节的这个桩会偏短，同时为了这个关节的隐藏度它
还是去把这个小腿的这个包边做的比较深一点。所以说，如果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说，它的这个足背屈的能力是严重受限的，这个角度它没有办法进行比较好的这个缩小，所以你想让它做一个非常标准的深蹲，这个素体呢是不太可能。但是大部分的动作，包括高张力的动作，它都可以通过它这个肚腩的移动啊，以及这个软胶的胸口都是可以做出来的，没有任何问题。低扫啊，比如说侧踹呀，这些动作呢也都不在话下。这款素体呢，我反正也在镜头面前跟大家玩了近10几20分钟。总的来说的话呢，其实如果说你现在想拿一款玩具在手边掰掰看，又不太嫌弃这种像北极熊一样的这个身形，这个身形呢，其实与其说它很胖，不如说它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核心，非常强悍的这种肌肉素体。这个素体呢，有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感觉，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反正这款玩具目前虽然是2025年的产品，但是2026年的这个年初，我依旧玩得很开心。那今天视频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Toy Hunter，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